直到男人摘下女尸脸上的面具，才发现惊觉女王跟自己女友一模一样。老胡在确认不是眼花后，立即回头看向女友，结果雪莉杨竟突然凭空消失，只剩胖子茫然地看着自己。你怎么在这儿？你不是恐高吗？什么？我耳鸣，听不见。此时的胡八一瞬间脊背发凉，他不明白惊觉女王为什么会和雪莉杨长得一模一样，她又为什么会凭空消失？难不成雪莉杨就是惊觉女王？此时的他像被某种东西所控制，只感觉背后一阵阴风袭来，他拿着铁锹就是一记回手掏。就当他准备上前补刀时，一声枪响立马惊醒了胡八一，耳边还似乎听到了别人的呼喊声。老胡，下来啊！老胡，快点下来啊！胡八一！虽然胡八一没弄明白怎么回事，但还是慌乱地从石桥跑了下去。等再次见到胖子，胡八一这才冷静了下来。我刚才到底怎么了？你刚才把我们俩给吓死了！你走到那个石梁的中间，就跟梦游了似的，拿着那光明铲一通乱抡呐，在那比比划划的折腾半天。我告诉你，我要不是因为恐高，我早上去揍你了我。直到这时，胡八一终于明白了过来，原来这都是尸香魔域搞的鬼。他利用自己的颜色和气味让人陷入幻觉，从而控制人的行为。好在他的控制范围只有石桥附近，不然所有人都得玩完。胖子闻言瞬间暴怒，对着尸香魔域就是一顿输出。殊不知他的举动会将所有人拖入深渊，伴随子弹的射击，尸香魔域非但没死，反而喷射出许多蓝色的汁水，在接触石桥的一瞬间便化作艳丽无比的花朵，并迅速向四周蔓延开来。彼岸花，传说中这种花只开在阴阳的交界，是不祥的征兆，所以又叫做黄泉路上的花。这东西光听名字就很猛，它迅速吞噬了小撒的尸体，随后在石桥上蔓延开来，并快速地向胡八一他们袭来。众人来不及多想，赶忙拉起陈教授迅速撤离。但是这东西蔓延的速度太快，眨眼功夫便堵住了他们的去路。好在他们找到了一处狭小山洞，可他们不知道的是，原本躺在神木上的惊觉女王，竟诡异地站在了石桥之上，并缓缓地睁开了眼睛，死死盯着他们逃跑的方向。看着越来越近的彼岸花，胖子当即点燃大宝贝，朝着洞口丢了过去，伴随一阵剧烈的爆炸，彼岸花成功被挡在了外面，可也彻底堵死了他们逃生的出口。也不知道这儿是不是透气儿，如果没有空气的话，咱们这些人最多也就撑个把钟头。众人听后立马成了泄气的皮球。就在大家瘫坐等死时，老胡竟感受到了一阵阴风袭来。为了找到出口，他们沿着风的方向摸索，没一会就来到了一处空旷的墓室。墓室并不华丽，但却坐着2具风干的尸体，中间还摆放着一口古怪的石棺。可他们并没有在周围发现出去的路，于是便把希望寄托在眼前的石棺之上。通过对石棺上的壁画分析，雪莉杨得知干尸是扎格拉玛族的先知，后面老人则是他的随从，甚至还做出了预言，在他死后会有4个人来到这里，并打开石棺找到了逃出去的路。胖子立马把自己带入预言之中，可诡异的是，他们明明有5个人来到这里，难不成预言不准？如果这先知不是个骗子，4个人说的就不是咱们。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可能。什么可能？咱们这5个里头，还真有一个不是。